除了制作人和事务员，有些历代的偶像大师作品也会安排社长的角色出现在玩家面前。而283事务所的天井弩社长，虽然游戏中依旧是以全身黑影之姿出现，却有着不输给偶像们的详细背景设定。大家好，我是 Skim， 迈向4周年公演进入倒数1个月，这次要来谈谈虽然因为业务人时常不在事务所，却是促成283这样偶像育成环境不可或缺的存在——天井弩。在正片开始之前，久违的提一下，喜欢我的影片和直播的话，希望可以订阅频道和按下喜欢。不久前频道订阅已经突破400人了，感谢一直以来关注的各位，以及慢慢加入的新朋友们。作为玩家进入 Wing 模式第一个遇上的公司成员，在故事上也说明天井社长第一天亲自迎接的制作人。简单提醒记可是很严格，要我们注重偶像的本质和偶像彼此的交流。结合官方出版的第一弹攻略书里面社长致辞所提到的内容，还有在Tsubasa Production 包给之包机之名单，玩家以制作人的身份接受天井社长的3个问题后得到评价。根据答案分别获得的评价，就像是制作人跟偶像的对话一样，有完美、好和普通的判定。从天井社长着重于制作人必须正面并诚实的跟偶像相处，懂得从偶像身上学习。可以知道天井社长期望自家旗下的制作人和偶像能够真挚的互相信任，不论合作或是冲突，最后都能借由更加了解彼此而提升自己。ほう、お前にとっての誠実さとは何だ？よくわかった。私の目に狂いはなかったようだ。这是天井社长长期的283事务所秉持的宗旨，同时他也付诸实际行动，在不同的时候参与着制作人的偶像培育，举办审查落选、总选失败、Wing 优胜。从天井社长对制作人投予的鼓励和安慰，看得出他对制作人抱有很高的期待，甚至说天井社长是在培育制作人也不为过。由此可知，即使嘴上说的自己很严格，天井社长对部下是爱护有加的。也许最初类似下马威的用意，是有鉴于制作人是引导偶像的第一线工作，所以希望刚踏入业界的闪耀 P 能抱着谨慎的态度去面对偶像。而天井社长令人感到亲近的一面，其实也被包括偶像在内的旁人看在眼里。登之的晨间对话就提到天井社长买了很多冰淇淋，当时还说想吃草莓口味的。在活动风野登之的占卜馆的特别篇漫画中，连登之都感受到天井社长对占卜的结果保持着藏不住的期待心情。其他还有在阿久井记者的283特别报道中，从事务所楼下的宠物店老板口中得知，天井社长会靠近橱窗和吉娃娃用眼神交流，以及3周年特别对话中，哈兹基瞧见他给因表记加碳粉时而苦恼的样子。天井社长的性格和作风上，真的没有自称的那么缺乏柔软而难以靠近。无论是在哈斯基的影片有提到，他叮咛天井社长要仔细报账的方式，还有4格漫画157话的互动，进一步感觉得出两人在相处上，哈斯基对天井社长的掌握还是技高一筹。然而，自从活动剧情阿卡路与黑鸭揭露已经过世的七草爸和天井社长是老友之后，哈斯基和天井社长之间的关系多了几分悲伤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 Hatsuki 为了维持家计，身兼至少2份的工作，但是以283事务所的工作量来看，事务员的职缺不可能只是打工性质的约聘，光从制作人的工作内容便能得知这点。但要就此论定，天井社长只打算给 Hatsuki 打工等级的劳资待遇，所以让他以打工身份在283就职，这个推论更是不靠谱。考量到母亲长期住院的因素，以及尼西卡即使已经跟283签约，却也得抽出时间去安排打工这点来看，七草家负担的医疗费和生活费是一份正职也难以应付的程度。而天井作为和七草爸的旧识，体谅哈斯基的处境，而让他不用碍于正职约聘的规定，尽可能去多赚取一笔薪水。同样是在阿卡路与黑亚的剧情里，哈斯基打扫的那间堆满法律相关书籍，怎么想都跟偶像事务无关的房间，其实是堆满了七草爸遗物的书房。当时剧情穿插在哈斯基打扫房间的过程，和天井社长去扫七草爸的墓，暗示这些东西的所有者是谁的同时，
也在告诉玩家七草爸和天井社长过去是莫逆之交的事实。而七草爸喜欢罐装黑咖啡，口头禅和说话的语气也被多次暗示神是制作人，进一步带出天井社长对制作人的信任，或多或少进行了对老友的投射。加上过去天井社长也曾经身为偶像制作人的经历，如今麾下这名神似已故好友的身影，又表示过对自己尊敬的闪耀 P， 每次近距离面对他的时候，天井社长的心情也挺耐人寻味的。后来尼奇卡的出现，带出了他因为崇拜雅库鲁纳米而开始的偶像之路，甚至不惜模仿对方的舞步演出，只因为尼奇卡深信那看似能完成心目中让自己能站稳脚步并无视自卑的信仰蓝图。随着 Wing 决赛宣布优胜者是尼奇卡，这段既是信仰又是诅咒的精神枷锁才算是暂且从他身上解开。这段我们是从 Wing 优胜的结尾得知的，也得知了雅库姆纳米当年的制作人是天井社长。进一步连接上2019年的圣诞活动剧情，让玩家可以拼凑出完整的来龙去脉。由于已经在尼奇卡影片介绍过了，这边只依照时间顺序去大略的描述。尼奇卡所崇拜的偶像雅库姆纳米的形象是天井当时一手包装出来的，爬到被称为传说的高度背后，是好几次因为过度的包装引起雅库姆纳米的反弹。他原本朝演员为方向的目标，在天井血族侍旅的理论下始终没有得到许可。结果在天井安排雅库姆纳米进军海外的圣诞节，他没有依约出现在机场。辗转之下，在机场附近的神社，雅库姆纳米和天井碰面之后，将本来送给他的武道鞋退回，留下一句：“我也再也穿不下这双鞋了，没办法再合脚了。”自此消失在天井的面前。雅库姆纳米闪电隐退带来的后果，虽然最后让天井独自解决了，但是造成的影响，天井花了20余年才能暂且收拾心情，主张重视偶像原本拥有的资质的理念，以社长的身份重启283事务所的业务。当时偶像们在机场旁的神社之所以遇上天井社长，是因为他每年的圣诞节下午6点，都会回到那里等候自己口中所谓过去的亡灵雅库姆纳米的出现。事隔多年，天井社长始终没有放下这段往事。基于对雅库姆纳米的歉意多一点，还是对过去的自己无法饶恕多一点，又或者两者皆是，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同时，天井社长如果知道尼奇卡，也就是死去的好友的女儿，是崇拜自己过去亲手造成的错误而开始偶像之路，天井社长又是作何感想的呢？あの日からずっと。ずっとだ。そして、この夜が来るたびに、答えは得たのかと過去の幽霊がやってくる。现在还是谜团重重。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循环多年的前往、等候，然后离开，明显说明天井社长依然放不下作为制作人时期的错误，还有那份心念着雅库姆纳米的情绪，将为时已晚的悔恨化为动力，转而去打造出培育偶像人才的理想环境。虽然实际去负责偶像的人是闪耀 P 没错，然而如今能有这样令每位偶像都适得其所的事务所，我想还是得感谢天井社长的坚持。每位283事务所的成员在自己的偶像之路都能有制作人和团员的陪伴，希望天井社长以后能继续像2019年圣诞活动剧情那样，偶尔得到来自偶像们的温暖。幽霊ではなかったか。社長さん、サンタの代わりに来たっすよ。改めてメリークリスマス。ありがとう。ノックくらいはするといい。はーい、失礼しました。社長様、プレゼント持って参りました。それはありがたく頂戴しよう。しかし、それもこのクリスマスで最後かもしれない。彼女たちが見上げるこの空に、ようやく答えが見つかりそうだから。
お前ならばきっと。メリークリスマス。素敵な夜になったよ。諸君。从起初只有声优梗被注意，到现在天井社长也有着立体的角色形象，同时也带出了283事务所成立的故事。你对天井社长的印象是什么？当初雅克姆纳米的揭露有让你对他改观吗？聊聊对社长的看法。对我来说，正因为有天井社长和哈兹基的背景故事，283事务所本身的存在也变得引人入胜。我是 Skim，那就下支影片见喽。